170万领钱，领什么钱？劳保年金给付，月领的平均领18000啊，平均每人可以领到18000哈。那有3种了，一种叫做按月领，一种是老年一次金给付，一种是一次性领老年给付啊。那但是平均18294了哈。但是够吗？哦，怎么保障呢？所以认为说保障恐怕不足了哈。那问题就是说，你每个月交的钱少啊，那你能拿多少呢？就拿不多嘛。新加坡雇主跟员工都大概各付20%到25%，他在调整啊。我去的时候，员工付22.5%，雇主2.5%。如果你赚10万，员工要拿22500出来，雇主还要再另外拿22500给你存起来，那存一辈子。如果你是20几岁开始做，到老的时候那个钱不少，那个钱还可以买股票、买房子啊。所以呢，那你现在每个月，我看在台湾每个月扣掉1万块就很少了，那你退休能拿多少钱？所以一直讲说劳保要年改嘛，蔡英文、民进党也是要改呀，对不对？军人也改了，公务员也改了，教员也改，为什么人少嘛？而且民进党觉得那不是我的票，那个国民党的票，杀！但是劳工1000万人啊，他不敢动啊，所以现在怎么办呢？都不敢动，只好呢一直补贴，一直补贴，一直补贴，这个洞会越来越大。你要补贴到什么时候呢？电费也不敢涨，或只敢涨一点点，这补贴哦，中油补贴，台电去年亏损2500亿。中油亏损1000多亿，加起来将近快4-5千亿，今年还要继续亏，少一点，但是也不少钱。台电起码再亏1000到1500亿，这边也亏，那边也亏啊。那当然，这个学者就讲，早就预言蔡政府不敢动劳保，下任的总统真的是很难做。电我就看电怎么办，电怎么办？蔡英文是2025绿能要占20%，怎么做得到呢？那怎么办？劳保要破产了，怎么办？很多问题啊，两岸的问题真的很头痛啊，所以呢，一直说公斗就希望基础年金，你至少给付过低嘛，你是要有一个，是要能够生活，能够过得下去嘛，行政院说我们要兼顾保障跟公平的持续沟通，废话，我不相信沟通得了很难。老沈，你一直关心这个问题，它是怎样？民间对劳保年金用力最深、想的最周延的，应该是我，是因为上一次在年改的时候，最后主任委员是大仁哥嘛，大仁哥请我到总统府去，那个时候中午前，那示威抗议的一大个人群，我还记得，穿过那些铁丝笼啊，我进到总统府，从后门进去的，我跟大仁哥1对1啊，谈了2个小时。大仁哥说：“你的构想我可以接受，但是要通过最后一个人，就没有下文了。”所以蔡英文不敢。但是我觉得这个劳工团体由他们的角度去看，说我们平均拿18000啊，我们最低生活费要23000。差5000块这边赚所以他们要求的是大家都还要再一层的基础年金。我觉得劳工团体这都是最基本的，目前的制度都还没办法改革，你就要再加一层。现在制度的劳保啊，就一个天坑，你知道这个坑有多大？比南京西路的那个天坑更大，就是你越补越大，越补越大。4年来，政府一共补了多少？你知道，1470亿。这里1470亿啊，1470亿。然后呢，明年的预算啊，这个是这样上去的，因为缴费的人越来越少，老人家增加的速度领的人越来越多，非常快，所以这个是被那个少子化更加恶化了。所以明年的预算是1000亿啊。主持人，你知道我主张，如果我做总统的话，我主张为了解决少子化，每一位女性同胞生第2胎的时候第2胎以上，每一胎奖励100万。大家都骂我说你异想天开啊，什么这个钱哪里来啊？我告诉你，1470亿生多少？147000个小孩。明年的预算1000亿可以制造多少小孩？你知道吗？10万个小孩。那我们现在每年生多少？13万，就钱是够的啊！你要把这些钱，未来的可以制造未来一代的钱，拿来填补这一代的不够。所以呢，现在为什么这个年金不能改？你知道吗？因为目前的制度虽然亏空那么多，但是政府喜欢，
老板喜欢，资方喜欢，劳工也喜欢，因为三方都交的很少。那虽然领的不够18000不够，但是都领的远比他们付出的多得多。所以政府要补贴嘛，就这个道理嘛。真的要改的话，其实资方、劳方他们都这样这头摆到边上去，也不敢讲不要改。就是怎么能改？一改越改，我越麻烦。我钱还没有拿到，我要付出更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建议了，我跟你讲我们将来这些台湾未来所每一届总统所累积下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决心要去改只有说大哥先做，这戏当得好如果那种人也就一心想要做总统的我不要投选他。我觉得像这种困难的问题，少子化啦、年薪改革啦、居住正义啦，没有提出具体对症下药的人票给他。这一点我们民间要多努力然后其实沈大佬刚才已经讲出很多的苦处了啦我讲一个事情呢，那时候现在的蒋万安市长在当委员的时候，他其实质询其实常常就对着劳部说，什么时候提出年改方案，什么时候提出年改方案，一直问好问得很凶，而且这个很大声。他有时候质询完，我私底下问他说：“那不然这样，蒋委员，你要不要提出一下你的版本？”没有人敢提出版本啦。为什么？因为版本很简单嘛，就是加保费嘛，其实就是延退对，加钱，然后给付变少，对，然后缴的变多。对，请问现在哪一个主流政党敢在选前提出这个方案？所以蒋委员也不敢提在质询的时候。讲得很大声，骂得很大，每天都骂骂这个许明春说什么时候提出不负责任，那我说好，那下来以后，那大家拿出自己的版本嘛。其实现在基本上你看不到现在这几个主流政党敢确切的拿出你的主张跟版本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实话，没有啦。大家比较敢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机制？这个机制这是一个讨论的机制。也许这是一个国事会议，也许在立法院里面一个委员会，也许各个这方式。但是确切你要讲说，那版本拿出来，包括现在劳工团体提出来的是基础年金，这个基础年金版本，请问国民党敢提吗？民众党敢提吗？时代力量敢提吗？这一样其实我觉得大家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不管接下来谁执政。这都是一个大难题，尤其是在少子化的框架跟速度下面，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坦白说，我刚才某个部分我是赞成刚才沈大佬说的某一种福利更大的一个福利国家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但这要社会有共识。而且你谈到这个什么少子化，不止这样，像健保问题也很大。我觉得在野党监督执政党天经地义啦。那其实执政党应该要拿出解决的办法，这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刚刚提到说，很多的委员其实在这个委员会里面都有问这个许明春，那上任其实也已经5年多了啦那我们看到其实即便他到今天，他的回答都还是说还在收集各方意见那我觉得到底收集出什么来了？就是你身为一个劳动部的部长而其实蔡英文其实在2016其实他提出的政见当中，就是在这个年改的部分是他其实最看重，他也说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什么等等，说了很多很漂亮的词汇。那甚至于他成立了叫做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这个改革委员会前面还加了一个总统府，这代表他把这层级拉得很高，把这个问题相当的重视。那总统这么重视也执政了，那劳动部的部长身为专业的部长，我觉得提不出一个版本，那提不出一个想法跟这个策略，我觉得其实也是真的很夸张。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这个劳保年金这个濒临破产，其实这10年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不断的一个大撒币，那就是用全民买单的方式去补这个刚刚是沈大佬说的这个天坑可是这真的补得完吗？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既然身为执政党了，8年过去了，然后这个许明春也做了5年了，那如果到现在还在收集各方意见，我觉得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去一下再回来，没有。716这个馆长这个柯文哲他们搞个游行然后国民党723全代会到底民调有什么变化没有那 TBS 昨天发表的民调因为
什么叫做赖清德回到第一？赖清德不是本来第一吗？不是 ，TVBS 上次做柯文哲第一，赖清德第二。不过全部我也只看到唯一的柯文哲第一的民调就是 TVBS 上次做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手机占掉一半，他的手机800点，市话800点，所以他的手机是用的最多的哦。那所以方法不同了，他这次还是一样，还是手机800，市话800啊。那我们看他的结果哈，他一共做了1618嘛，所以各800。他在24到26号7月，就是国民党全代会是7月23嘛啊。侯友宜啊，最早征召的时候呢，支持度是30个百分点啊，5月18号，那经过1个月到6月掉下来变23个百分点，然后呢这次做25个百分点，逐渐至少有一点就是没有再跌，止跌了，止跌非常重要，因为有人讲说它会不会跌到20啊，会不会跌到18，会不会跌到15啊？它至少止跌，而且上升2个百分点。赖清德原来是27，这次变30，增加了27变30变33。上次为什么说柯文哲第一呢？因为柯文哲上次33，然后呢这个赖清德只有30，上次柯文哲32也是第一啊，就是基本上这个柯文哲在 TVBS 时候调查都很高，那这次回到32，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哈。那但是呢，赖清德变多3个百分点，就赖清德变第一，柯文哲变。在我来看，这两是差不多的。侯友宜虽然是第3，但是呢，他没有再跌，25有机会往上爬的了哈。那另外呢，政党支持度到底不同的党支持谁？上次国民党的倾向者，他会民调才会问你倾向支持国民党，还是倾向支持民进党，还是倾向支持民进党？他是倾向，他不是表示一定是国民党党员，不是，只是我倾向啊。上次倾向支持国民党有73%支持侯友宜，这次还跌了3个百分点，变成70%啊。不过基本上都在正负误差，大概正负误差范围之内了哈，或是在边缘了哈。那柯文哲上次呢19%的国民党要支持柯文哲，这次有22%支持柯文哲，就是侯友宜掉了3个百分点，这3个百分点跑到柯文哲这里，19在他变22变成国民党有这个将近1/4人说我要支持柯文哲我也听到不少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90%上次支持柯文哲，这次86，少了4个百分点但是就很高了，几乎都支持柯文哲，民众党支持者。那侯友宜民众党呢，上次44%说要支持他，这次多一点变6%还是很少了哈。那另外呢，年龄在年轻的选民里面这个柯文哲最多，一个人独占鳌头有62%，侯友宜只有9%，赖清德还有1/4 24%，所以侯友宜在这方面要讲20到29岁我在讲说你只有2个方法嘛。一个就学柯文哲那边插科打诨乱讲一通，然后民间人喜欢。我很多问你为什么要支持柯文哲？好笑啊，就支持他讲话直白啊，另外一种就是民进党嘛，给钱呐，对，私立大学通通补贴等等那也有效。侯友宜如果什么都没有呢，那就9%，你就看得出来为什么说给钱有效呢？就美国那个 Sanders 参议员，80几岁的，对不对？公立大学全部免费。学贷全部降低，什么利息等等，哇！大学生爱他爱死了30到39岁的呢，还是柯文哲占了一半，54%，侯友宜稍微高一点，16%，赖清德差不多25%。60岁以上的怎样？60岁以上的呢，赖清德第一，侯友宜第二，柯文哲变只有8%。年纪大人觉得柯文哲你每天讲什么？怎么可行呢？不要投你。所以呢，60岁以上跟22岁刚好相反，刚好倒过来50到59岁的侯友宜34%最高，赖清德32%，柯文哲27%但是40到49岁呢，柯文哲还是高40%、35%、22%，所以比较年轻一点的喜欢柯文哲，年纪大一点的赖清德或是侯友宜，大概这边看起来这样。男女性有没有说差别？支持柯文哲的呢，男性里面有37%支持柯文哲，女性28%，所以女性没有什么动28、37都几乎一样，因为最近不是有人说柯文哲恨女啊、丑女啊什么一大堆所以对女性不好了，讲话讲到这个对女性轻视，所以有些女人不喜欢他。男性比女性高9个百分点，将近高10个百分点好，那么这个
这个学者在观察了哈，说因为赖清德民调一直都没有过40%，就大概就35、36、33，大概是35上下动哈。那所以说，因为有民怨了，这个对8年的执政不满了。你说蔡英文的账要不要算在赖清德身上？你也做过行政院长啊，那基本盘还没有归位，不过基本归的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年轻人不挺，年轻人看起来跑到柯文哲比较多嘛，原来是民进党先跑到柯文哲那边哦，所以呢很难超过40%。所以如果非绿联盟能够整合成功，那赖清德就很难啊。那如果还是分成3个或4个的话呢，那就很难讲哈。那我看台湾的报纸现在大概是这样哈，这个《自由时报》不用说了哈，那当然都是捧民进党骂国民党了。那《中国时报》现在每天呢就在骂金溥聪，然后呢，《联合报》每天呢就在骂郭台铭，大概是这样子哈，各有这个要批评的哈。那日本的神人学者为什么叫神人学者啊？这是小笠原哦，新信28号说呢，金小刀奏效了。哦，那柯文哲呢？因为失言跟女性支持度呢，所以呢下滑，停在那边，没有再往上走。哦，大概这样哈。所以这个金溥聪当然了也得罪了一些政治人物了啊。不过对金溥聪来讲啊，他就是代表侯友宜。侯友宜呢，心里面对这些人呢，每天批评他满不满意，一定很不满意。但是侯友宜不能讲嘛。金溥聪出来杀哦，所以侯友宜其实心里面我在想，他为什么那么支持侯友宜？我觉得金溥聪觉得侯友宜把他要讲的话讲出来了哈。那在这个时候，哦，这个国民党不整合也不行，因为你不要光看别的，光新北市府团队跟他那个竞选总部那个2个团队之间就有很多的这个意见的不合哦，就有很多的不合，怎么样把他们整合在一起，甚至将来还要把其他人这个整合在一起。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老陈怎么看？不，对 TVBS 这个民调，它的精准度跟可靠性，我是有一点保留了哈。因为除了你刚才讲的说50%那么高的比例是手机，除了这个以外，你看看我们资料里头的第7页啊，第7页有它取样的政党属性字体，说我是属于哪个政党的，民进党26%，国民党25%。你相信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盘呢，只差1%吗？所以这个是偏向国民党比较多，所以这个对侯友宜是有利的，要不然恐怕还没有25%。好了，这个我们都不讲，我们现在就讲32、31、25，这个跟其他的民调也不太一样，3个太接近了。非常的接近，如果是这样接近的话，侯友宜就不需要那么担心。那戴金德应该要开始有一点焦虑。那这个侯友宜跟柯文哲差7%，如果7%里头有3%移回来给侯友宜的话，就一样。最后结果是什么？是32、29、28，32、29、28，多接近啊！这个每一个人都还可以拼啊！所以现在由这个数目字来讲，我觉得国民党里头产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还可以嘛，还不差嘛。那为什么党中央或者这些领导人物一天到晚都在想，我赢不了，一定要蓝白合，非蓝白合不行？给柯 P 看破你的手脚，柯 P 是看你不起的，你先拼个样子，到底最后跟他差多少？柯 P 的态度会变的。柯 P 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他比你不行，他就很客气；他比你行的话，公党公筛4个原则先讲啊，不然呢合个屁。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国民党的一个现象，就是上面的人一天到晚想蓝白合，然后小鸡们呢，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没斗志的小鸡。如果最后是32、29、28，你们小鸡紧张干嘛？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担心柯文哲在他的选区里头差一个人啊，他就死了。一天到晚想这个东西，你如果想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出来选，因为这个本来就在预期当中可能发生的。柯文哲不差一个人，有他的考量也许他找不到人，也许他觉得差一个人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得罪人。他各种考量你都没有办法去思考周延的，但是你不要一天看到柯文哲就谄媚，看到郭台铭就去蹭他。我觉得怎么国民党的这一代变成这么没有用？我觉得总理的在天之灵跟前总统蒋公中正的在天之灵
如果看到这种现象，不知道要哭成什么样子。要保证。好，我先说一下这个女性的状况，因为的确从这一份来看的话，其实女性支持度是一样，都是28%。那我必须讲哦，最近的这个说什么丑女啊、艳女啊，这完全就是认知作战。我必须说，包含有一些比较偏绿的一些民代也好，或是这个政论节目也好，每天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一直拿柯文哲他2018年之前的一些言论出来编他，说你看他就是丑女，就是艳女。柯文哲根本就没有让我们有这种感觉，他身边真的非常多的民意代表，包含我们这些幕僚，全部都是女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柯 P 真的在跟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不舒服的歧视或丑女的意思的话，我们谁受得了？真的是受不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一直被贴说这个标签就是认知作战，然后再来。他在年轻的支持度的确20到29岁跟40到49岁，我们发现在这个民调当中，它也是有持续往上升的一个状况。那这也是我们当时，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在空战的这部分，我们是有持续的在努力。那但是呢，在60岁以上哦，的确8%的话，就是比较我们需要再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哦。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大撒币跟政策买票好像还是蛮有用的因为我看他在这个教育程度、专科跟大学的部分的话，赖副他的这个支持度都是有往上攀升几个百分点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师大的一个补助的这个方案里面，的确我觉得他是有点这个奏效的情况。但我也必须讲，我觉得绿营现在的确可能会觉得，如果在野阵营持续混乱的情况之下，你们就继续乱，或许我可以躺着选。但我也觉得，民进党如果持续有这样子的心态，其实也会有点危险。为什么这样讲？近期我们民众党团有持续的在讲几个议题，包含社宅，你们民进党自盖林户，中央自盖林户这件事情是一个；再来赖清德副总统的外交失言的部分也是一个。还有近期我们讲到这个前瞻的建设的计划。你在轨道38个项目当中，你完工率只有5.3%，这也是大家会觉得说，那请问你钱花去哪里了？你在居住正义上面，你在司法改革上面，还有包含在这些你原本所开出的一些政策支票当中，如果没有让民众特别有感的话，那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然后持续下去的话，其实会有点危险。我要保证一句话哈，柯文哲的手下女将，我不敢讲她们漂亮，现在讲漂亮会跟人家骂不能批判女孩子好看不好看，但是柯文哲不能评论，不能评论，不是不，我跟你讲，像那个纪晓岚，他讲漂漂亮亮，这个是评论吗？也他描写啊是好意啊，也跟人家骂死啊。我跟你讲，女孩子私底下赞美她没有关系，公开就不能讲。但是我觉得柯 P 的手下的女将很厉害，很厉害，所以他当然对你们很好。但是毫无疑问的，以他的年龄，他少我20岁嘛。今年65，我觉得以他过去好几次不经意的言论来讲，我的结论，柯 P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男性沙文主义。是你同意不同意？他是 chauvinist， 我自己没有感觉，你知道吗？我说，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当然看到了一些民众党的女性的干部出来帮柯文哲还，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像那我们小时候都有一种同学他在学校欺负其他的同学然后那个家长就会出来说我儿子怎么会这样呢？我在家很乖啊，他在家里都会倒垃圾啊，怎么可能他会欺负同学呢？其实我说实话，我听到都有点像是这样。说真的，今天柯文哲是不是歧视女性这一个事情，不用去分2018的前或后，他已经活了60几岁了，他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就这样。其实，在民调上，大家都看得出来，从过去很多的女性都清楚知道柯文哲对于男性跟女性，他根深蒂固的看法是什么。我说，这其实是刻在他心里的 DNA 啊。因为柯文哲在这3个人里面侯友宜还有这个赖清德里面，他的男性支持度跟女性支持度的落差是最大的，差了9个百分点赖清德只差了4个那侯友宜呢，也就是只差了，就是侯友宜他们那个差别没有像没有像这个柯文哲这么的大了所以说这是不是一种刻板印象？我觉得是然后呢，是不是这个大佬刚才所说的，他就是他的心态上面就是比较男性沙文主义，是啊。如果说他不是那样子的话，他4年前不会有那些的言论了然后呢，我再举一个，就是说我听到一些，因为年轻人支持他非常的多嘛可是呢，
为什么年轻女性啊，就是这种年轻女性对柯文哲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评价啊？他们就说柯文哲本来就是厌女啊，她本来就是丑女啊，她以前讲那些东西，难道她不是丑女吗？甚至于是说连陈佩琪啊，陈医师不要生气哈。然后呢，他们也觉得陈医师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价值观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太太的角色。就陈医师有陈医师的这个专业地位，但是呢，他在柯文哲身边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小女人。还有就是说，包括宝珍在内，柯文哲呢，他在选这些发言人，从黄静莹、从学姐开始，就是找这些女性的非常厉害的这些的战将，因为他很知道他的目标的群众就是这些宅男呐，就是这群人。这个是在操作这个，现在也在这个某阵营里面操作这个年轻的选民的这个女性的，他们这样讲给我听，我觉得也有点道理啦。柯文哲可以想一想，就说他的这种厌女跟丑女的形象，其实他不是靠就是说像这个宝珍啊，他们这些人很努力的来说他绝对不会啊，不是靠这个方式来去能够平反的，也不是靠他道歉就能够解决的。我想他可能要想想策略，会有些什么样的策略？找一个女性的搭档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要想一想。他觉得他根本不考虑这些策略，他的反正你要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的策略就找很多。对不起，我还是要讲年轻漂亮的发言人，一排都是这样子，自然就吸引到很多年轻的选民了嘛。休息一下再回来。的哥票。